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谭健次成首位白玉兰青年推广大使，实力与人气并存的青年演员代表。在6月2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，谭健次被正式任命为第30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的首位青年推广大使。这一任命不仅标志着谭健次在演艺事业上的新高峰，也为白玉兰奖增添了新的活力。这是白玉兰奖创立30年来首次设立青年推广大使职位，显示出对青年演员的重视与期待。这项任命的意义不言而喻，谭健次将承担起搭建年轻观众与电视艺术之间的沟通桥梁的职责。他的官方评价称其兼具实力与人气，这不仅是对他演艺事业的肯定，更是对他在华语影视领域的影响力的认可。作为中国电视剧3大奖之一的白玉兰奖，历来注重对优秀作品和演员的表彰。谭健次的加入将有助于推动年轻观众更深入地了解并欣赏电视艺术。近年来，他主演的多部作品在市场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，《猎罪图鉴》系列更是打破了多项收视纪录，显示了他在观众中的广泛影响力。小炭火们欣喜若狂之际，他却像静水流深，表面波澜不惊，内里却暗流涌动，始终蕴藏着蓬勃的力量和深度。在这个人人快节奏的时代，谭健次用了18年默默打磨演技，像一位隐于市井的匠人，不疾不徐地雕琢着自己的艺术生命。初识谭健次，很难被他的外表惊艳。在我就是演员中，他站在年轻一代新生演员中，是那么不起眼的存在。没有高大威猛的身材，没有见人先笑的社牛体质，只有中等身材，清冷面容，发型还是不适合他小脸庞的厚重侧分头。在这个以颜值取胜的演艺圈里，他像一杯温吞的白开水，不够刺激，不够夺目。但是，一番角逐，几个小品演下来，他突然就从众人眼里脱颖而出了。稳健的表演，扎实的基本功，标准的普通话，声情并茂地演绎了小品《北京爱情故事》，得到了导师和观众们一致好评。连一向严格的徐峥导演都连连夸赞，谁说的小鲜肉没有演技？这才是偶像。谭健次凭借真挚自然的表演，获得了不可多得的机遇。可以说，这次综艺之行是千里马的玉伯乐之行。徐峥导演跟他合作了电影《宠爱》，编剧贾东岩更是为谭健次量身定做原创剧本《猎罪图鉴》。2022年，谭健次不负众望，在《猎罪图鉴》饰演的画像师沈毅，把执着又淡泊以明智的警界特殊职业工作者演绎的生动传神。然而，虽然凭借《猎罪图鉴》拿下许多荣誉，但依然像石子入水，激起几圈涟漪后便归于平静。面对这样不温不火的局面，谭健次已经习以为常。那时候，他还不知道后来的《猎罪图鉴2》有多火。不焦虑不徘徊，稳扎稳打多拍戏，积累经验磨练演技。他相信终有一天会破茧成蝶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其实，在《猎罪图鉴》小火之前，他就主演了《爱的厘米》中的关震雷一角。多年来，他从未停止努力，无论主角配角，他对每一个角色都认真对待。在《爱的厘米》里，谭健次扮演一个十足的妈宝男，人设不那么讨喜。开始时，谭健次也坦言，最初对这个角色是抵触的，一个与自己三观相悖的人物，让我望而却步。直到化妆师讲述自己弟弟的真实故事时，他才明白演员不是要演自己，而是要成为他人。在多方取经之后，有了生活的积累，谭健次心里有了对关震雷很深入的体会。在拍摄一场救护车在路上拥堵的戏时，关震雷要设法把拥堵的车辆疏散开，让救护车里怀孕的前妻尽早送往医院。看到拥堵的车龙时，他心急如焚，
一边央求司机师傅一边去推一辆撞坏的车，车里有孕妇，麻烦靠一下边。然而以一己之力推车，无异于蚂蚁撼大树。谭健次扶住车尾盖，焦急万分。他声嘶力竭地大喊着，用尽全力，手被割裂了，鲜血直流。他脖子上的青筋暴起，浑身因为过于用力而颤抖。还好，后面的车主不忍心，一个个都下来帮他推车。看到车慢慢离开拥堵地段时，谭健次泪水未干，就笑着哭着回转身，一边指挥着120救护车往前开，一边往后退着跑。这场10几分钟的戏，谭健次把关震雷为救妻子的焦急无奈、绝望无助而又执着坚定刻画的淋漓尽致，让观者动容，一秒共情到落泪。后来在花絮中，许多网友才知道，这场戏拍完，谭健次由于太用心演绎，久久不能出戏。当他看自己的回放时，还在不停地流泪，在场的演职员们都被打动了。谭健次虽然演了渣男，但他却说能够给到这些人一些方向，能让他成长，我觉得这才是我诠释作品能带来的教育意义。不得不说，无论是主角还是小角色，谭健次都把角色吃透，把人物树立得丰满立体，呼之欲出。多年的沉淀，多年的历练，终于在2023年的夏天，谭健次凭借《长相思》中的香柳火遍了大江南北，乃至海外。《长相思》中的香柳让观众见识到了什么叫静水流深的表演艺术。他用克制而精准的表演，塑造了这个令人心碎的角色。没有夸张的表情，没有刻意的煽情，香柳的每一个眼神都像投入水中的石子，在观众心里激起层层涟漪。他的努力执着初心不改，终于有了回报。许多观众看完《长相思》以后，喜欢到无法自拔的地步，几乎都得了香柳后遗症。香柳后遗症的特征总结如下：看到谭健次演的影视剧就追，无论豆瓣评分高与低；看到访谈一个不放过；看到综艺节目笑到岔气；更是有香柳考古大军在 B 站长期蹲点，专门挖他的黑历史。怎奈不挖不知道，一挖吓一跳，天啊！谭多多是初代男团，还是从没有得过第2的舞蹈冠军，而且还是唱跳俱佳的6边形战士，简直内娱卷王啊！小炭火们和路人粉们这一下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，逢人便安利，看谭健次的舞蹈可以健身，听他的歌曲可以治愈一切，看《三国机密之虎啸龙吟》可以知人性，看你安全吗？可以防止网络诈骗和消灭不高兴。这种口碑传播比任何营销都更有力量。总而言之，许多网友对香柳之毒已经深陷其中，好像无药可治。香柳后遗症的爆发是观众对多多真诚表演的最高礼赞。不过，幸好今年的滤镜缓解了不少香柳后遗症晚期患者的痛苦症状。谭健次让我思考一个问题：在这个渴望一夜成名的时代，为什么还有人选择静水流深式的成长？贤者说：“天下莫柔弱于水，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。”谭健次的演艺之路正是对这句话最好的诠释。在这个追求及时满足的时代，他的故事提醒我们，真正的成长需要时间沉淀，真正的艺术需要岁月打磨。或许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点静水流深的智慧，在浮躁的时代找到自己的节奏和平常心。